都去医院结扎时，却发现校花竟然在做产检。只见她那 B 超单上赫然写着已孕8周，你顿感大事不妙，只因8周前你醉酒不小心拿下了校花一血，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就扶墙跑路，你想负责都没机会。如今你站在他面前，他却似乎没注意到你。只见对方捂着粉唇低头喃喃道：“怎么一次就中了？”闻言，你一脸震惊地问道：“请问这孩子是我的吗？”迷彩先是被吓了一跳，当看清你的面孔后，委屈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，眼泪在眼眶中疯狂打转。见状，你瞬间慌了。那个你别哭啊，这样大家都认为我欺负你。迷彩泪如雨下，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。你就是欺负我了，这孩子就是你的，怎么你不想负责吗？闻言，你直接被镇住了。我喜当爹了，还是一发入魂。迷彩继续低声哭泣，忽然一个奇怪的声音在你的脑海中回答：“恭喜宿主激活神奇奶爸系统，无需怀疑，眼前的孩子就是您的杰作，而且还是龙凤胎。奖励宿主育儿启动资金10万元，奖励运气知识大全，奖励人体属性增强100%，请查收。”叮咚一声，你打开手机一看，到账10万元。紧接着，全世界最全的运气知识突然窜进你的大脑。等等，身体好像也有点不对劲，一股无形的力量涌进身体，浑身充满力量。这么好的系统怎么会落到我身上？难道我是天选之子？迷彩见你紧皱眉头不说话，哽咽道：“你是不是不相信？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做亲子鉴定。”你这才缓过神来，看着眼前梨花带雨的校花，随即从口袋拿出一包纸巾递了过去。那个你先别哭了，先擦擦眼泪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如果是我的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你虽然惊叹这神奇的系统，但也不能100%确定校花怀的是你的孩子。这年头接盘侠可多了。经过3个小时的漫长等待，医生不紧不慢地宣布：“肖先生，你和米女士的宝宝匹配结果高达99.99%，确认亲子关系。”闻言，你装作镇定地握着手中的鉴定报告，不由得发出冷汗。完了，闯大祸了，我真当爹了。你回头看向两眼通红的迷彩，心里更加愧疚。随后，你深情地对迷彩说道：“我会负责的。你愿意把孩子生下来吗？”迷彩听后，双手攥在一起，脸上不禁泛红，接着理了理那柔顺的头发，柔柔地问道：“你准备怎么负责？”我们虽然还没毕业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不过你放心，我现在已经存了不少钱，以后我也会加倍努力赚钱，给你和宝宝一个温馨的家庭。你的语气十分坚决，生怕迷彩拒绝你。见你一口气讲了这么多，迷彩扑哧一声笑道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就准备生下宝宝啦。”迷彩轻轻地抚摸自己的肚子，脸上露出一抹微笑。笨蛋，萧凡，你当然不知道，其实我从大一开始就喜欢上了你，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第一次喝醉酒的时候直接就扑到你的怀里。接着，你带着迷彩去吃了午饭，午饭过后又把她送到宿舍楼下。今天辛苦你了，快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我再带你去医院做全面检查。迷彩当即开心地答应道。随后你一路哼着歌回到了宿舍。下午，你把之前接的项目提前完成了交付，再加上之前系统给了10万，如今你的小金库已经有20多万。要找时间去外面租个房子了。迷彩怀孕了，一直住在宿舍终究是不方便的。就在我刚准备躺下休息，系统又传来一阵清脆的声音：“叮，检测到宿主需要带宝宝去做全套检查，为了方便宿主出行，奖励顶配版大米苏7一辆，已停放在青海大学西区停车场，请查收。”这系统还挺人性化的，竟然知道我目前需要什么。第二天起床后，就发现桌子上多了一把汽车钥匙，也没多想，拿起钥匙就直奔学校停车场。很快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你发现了一辆大米苏7，随即兴奋地打开车门，坐进驾驶位，顺手拿出手机按下拨通键。睡醒了吗？我们一起去医院做一次孕检吧。前3个月是最关键的时期，我去宿舍楼下接你。好，那你等我10几分钟，我准备一下。迷彩心头一暖，非常开心，说明你还是很在意他和肚子里的宝宝。不多时，迷彩从宿舍一路小跑地赶来，见状，你急忙上前拉住迷彩：“慢点，别摔倒了。”没事，我看着呢，让你久等了。你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迷彩，微笑道：“你今天真好看。”迷彩小脸一红，轻语一声：“那昨天呢？”一天比一天好看。油嘴滑舌，我们快走吧。随后，你将迷彩带到车前，打开车门，温柔地说道：“老婆，请上车。”迷彩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低声嘟囔着：“谁是你老婆啊？”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乖乖地坐进了副驾驶。等你坐进驾驶位后，迷彩忍不住问道：“萧凡，这车是你刚买的吗？”“对啊，你应该有驾照吧？”“有的。”“那以后这车就给你开了，这样方便出行，对你和宝宝都好。”“不用了，我开车不熟，再说我开走了，你不就没车开了？还是你自己开吧。”迷彩轻轻摇了摇头：“我还有其他车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我教你。”说完，你启动车子往医院开去。你口中的其他车其实是陪伴你3年多的小电驴。不多时就到了医院，你陪着迷彩开始孕检。几小时后，检查报告就出来了，胚胎发育一切正常。就在你们准备离开时，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你们面前。“南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方圆用好奇的眼光大亮你一圈。方圆是你的舍友，今天刚好过来体检，没
没想到就遇到你，而且还是在妇产科。见状，你对迷彩微笑道：“我过去一下。”方圆一脸坏笑道：“好家伙，你小子背地里和校花搭上了，难怪你最近老往外跑，现在还在医院的妇产科，快如实招来。”你笑了笑道：“今晚你们找个地，我请客。还有，你得叫嫂子。”方圆嘿嘿一笑，对着不远处大声道：“嫂子，再见。”然后一溜烟就不见了。你回到沈幼楚身边，只见他脸上不禁泛红。他是我的舍友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就在这时，脑海里又响起了系统提示音：检测到宿主为宝宝第一次做孕检，奖励金湾府洞1601楼王一套。检测到宿主将小米酥7赠予迷彩，获得系统隐藏奖励，奖励迈巴赫 S6801辆，已停放在金湾府停车场，请查收。你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这系统也太牛了吧！先不说又奖励了一辆价值300多万的迈巴赫，金湾府的楼王一套也得700多万，我净资产已经达到1000万了。想到这里，你看了一下迷彩，这也多亏了他，若不是答应生下宝宝，我也不会得到系统的眷顾。随后你轻轻地牵起迷彩软软的小手，一脸温柔地对他道：“迷彩，我们走吧。”迷彩脸上浮现一抹红晕，随后娇羞地点点头。你们回到车上，你启动车子，迷彩则直接在车上睡着了。开着车绕过金海大学，来到了一个高档小区。尊贵的金湾府业主，欢迎回家。清脆的声音惊醒了迷彩，迷彩抬起玉手，轻轻地揉了揉眼睛，看到眼前的高楼，不禁微微一愣。这是哪里？在学校吗？你微微一笑，解释道：“这里不是学校，是在金湾府，我们未来的家。”迷彩微微张大了嘴唇，震惊地说道：“未来的家？你还买了房子吗？”你有孕在身，一直住在宿舍肯定不行，而且我们也快毕业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套，这样也方便我日常照顾你。迷彩抿了抿嘴，那肯定花不少钱吧？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呢？你自然不能说这是系统赠送，于是胡编了个借口给搪塞了过去，随后说道：“所以我们之后找时间搬进来吧。”迷彩一张俏脸变得通红，这就同居了，这样会不会太快了？同居之后，萧凡会不会原形毕露呢？到时候自己就像是无辜的小白兔，想逃都逃不掉。但是萧凡刚刚说的也不无道理。你看到迷彩还在忧心忡忡、可可爱爱的样子，忍不住伸手轻轻捏了捏那雪白软嫩的脸蛋。老婆，想什么想得这么入迷？谁是你老婆？还不是呢。迷彩小脸瞬间绯红的同时，抬起一只手向着你的腰间软肉奔去，随后用力一抿。疼，老婆轻点。你还叫？迷彩说罢还想继续加大力度，你哪能给他机会，一把抓住粉嫩的玉手，微笑道：“别闹了，我们上去看看房子吧。”迷彩小嘴轻轻一嘟，这才作罢。很快，你和迷彩来到金王府的房子，这是套内面积有200平方的大平层，装修风格是新式简约风，5房2厅，家具也是搭配齐全。迷彩走到宽大的阳台，一眼望去是江景的余晖，6月的风温柔地吹过少女的脸庞，使整个画面变得温馨和浪漫。你看到如此美丽的画面，终于忍不住上前伸出双手，轻轻地将迷彩抱在怀中。迷彩一惊，但并没有挣扎，反而精致的脸蛋再次红晕起来，柔声问道：“这房子应该花了不少钱吧？”800多万。你细细品尝少女的芳香。迷彩低头喃喃道：“你又买车又买房的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了。”你轻轻地将迷彩转过来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谁说没用的？你和肚子里的宝宝就是最大的礼物。老婆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我也会拼尽全力保护这个家。”情到深处，你望着两眼朦胧的迷彩，缓缓低下头，慢慢靠近那诱人的樱桃小嘴。迷彩一时间也慌了神，内心小鹿开始乱撞，紧闭双眼任由你摆布。突然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，迷彩瞬间恢复理智，轻轻推开你，急促道：“我接个电话。”迷彩慌张地打开手机，是母亲的电话，按下接通键。迷彩，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？妈妈，我最近没忙什么。迷彩慌张地解释道：“你怎么说话慌慌张张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妈妈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不是，因为你离得很近，所以能清楚地听到两人之间的对话。看到迷彩紧张的样子，你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迷彩瞪了一眼，顺势抬起玉手，向你腰间再次抿去。迷彩，是不是交男朋友了呀？母亲听到女儿旁边有男孩子的声音，已经猜到了大致情况。迷彩一脸通红，犹犹豫豫道：“好，大学确实该谈个男朋友。他人怎么样？他人很好。那下周有空的话，你带他回来，妈给你好好看看。那我待会儿问问他。好，那妈就不打扰了哈。”刚挂断电话，迷彩用凶巴巴的眼神看向你：“都怪你，被我妈发现了。”你一脸厚颜无耻道：“迟早的事，我已经做好被打断腿的准备了。”那你下周陪我回去吗？迷彩一双手紧紧攥在一起，你一脸温柔道：“我们一起回去，把人家的宝贝女儿偷走了，自然是要亲自登门拜访。我们明天就准备搬过来吧。”迷彩露出一抹甜蜜的微笑。好。随后你们准备开车前往附近的商场吃饭。到了楼下停车场，迷彩准备拿出车钥匙，却被你制止了。这台车就停在小区停车场吧，开我的车去。迷彩疑惑道：“你还有其他车吗？”有啊，诺，这辆就是。你指了指不远处的迈巴赫，掏出车钥匙解锁车辆。迷彩微微张大了嘴唇，
又大又圆的杏仁眼眨巴眨巴。这辆迈巴赫原来是你的。你点了点头，牵着迷彩的小手走到副驾驶面前，贴心的安顿好后，坐到驾驶位，启动车子向商场驶去。到了目的地，迷彩终于忍不住问道：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，之前不是说了我有其他车开吗？可我看这车跟新的一样。我昨天刚洗的车。你一脸坚定的回答。姑且相信你，我不喜欢别人骗我，特别是最亲近的人。迷彩低下头小声地说：老婆，以后我有事情一定找你商量好吗？因为迷彩喜欢吃鱼，两人携手走进商场的一家烤鱼店。吃完中午饭，迷彩已经昏昏欲睡，你开车将其送回学校宿舍，自己也回到了大学生活3年多的狗窝。孩儿们，爸爸回来了。你笑嘻嘻的一脚踢开大门，刚进门就见众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你。就是他把校花拐跑了。方圆装作愤怒地指着你，钟泽胜也附和着。好小子，你居然敢背着爸爸干大事！于是你如实说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，都是一起生活了快4年的兄弟，知根知底，也没藏着掖着。为了堵住孩儿们的嘴，你决定请他们出去好好搓一顿。随即你带他们来到宿舍楼下，让他们待在原地不要动。就在他们疑惑之际，你开着一辆迈巴赫缓缓驶来，摇下车窗露出来一张帅气的脸庞。上车，上车！你小子深藏不露啊！爹，你什么时候赚钱买的车呀？带带孩儿们吧。于是你就找了个借口，家里人刚买的，以后方便带娃。众人听后一阵惊叹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迷彩约好一起搬行李到金湾府。我开着车缓缓驶向女宿舍楼下，很快就在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今天的迷彩穿着纯色衬衫和牛仔裙，清新宜人，像清晨的凉风一般，令人神清气爽。老婆真是穿什么都好看。旁边怎么还有一个女生？那女孩身材高挑，五官精致，带着冷艳的美，眼神中透出一丝敌意。我停好车走过去，轻轻牵起迷彩的手，温柔地说道：都说等我到了再叫你下来，是不是等久了？没有，我们也是刚下来。对了，这是我舍友柳如烟，她非要跟我一起。你好，我叫萧凡，是迷彩的老公。看到你和迷彩十指相扣，柳如烟有些气愤。就是你把我的彩彩拐跑的吗？是的，以后迷彩就交给我了。想得美，想得到彩彩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你不是要让迷彩搬过去吗？我要亲自去看看，看你能不能照顾好她。说完就拉着迷彩的行李往车上走。无奈我牵着迷彩的手跟在后面。不久，我们便到了金湾府。柳如烟显然被眼前的高档小区震撼，但她仍然对我是否能照顾好迷彩存疑。我停好车，将全部行李搬进房子中。检测到宿主为宝宝第1次搬家，为了宿主以后更好的照顾宝宝，奖励5星级厨艺技能大全，请查收。瞬间大脑中有强烈的厨艺知识，就这一瞬间，你变成了5星级大厨。我一直不愿让迷彩吃外面的食物，尤其现在她怀孕了，这技能来的正是时候，也快到饭点，中午就露一手。老婆，你和你闺蜜先休息一下，我去买菜。还有你们想吃什么？你还会做饭吗？柳如烟一脸质疑，迷彩脸上闪过一丝开心。我都可以，你做的我都喜欢。彩彩，我还在这儿呢。柳如烟无语地看了一眼迷彩，随后紧接着说道：我要糖醋排骨、水煮肉片、土豆焖牛腩和红烧鱼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正当我准备出门时，迷彩忽然冲过来抱住我，轻声道：早点回来。好的，老婆。随后看着她满脸通红地跑回房间。什么味啊，这么臭，原来是恋爱的酸臭味啊。柳如烟一脸不屑地看着我们刚刚的互动。如烟，你别说了。迷彩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。我说，迷彩啊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跟萧凡同居了？你可是西海大学校花呀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万一他没忍住。迷彩低声道：不会的，他对我很好，而且我喜欢萧凡很久了。你这个恋爱脑，那也不能这么快啊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柳如烟怀疑地盯着迷彩。没有。迷彩的手紧紧攥在一起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直视对方。你在说谎，说不说？不然我可要来使坏了。柳如烟贼笑着扑向迷彩，挠他的痒痒。别闹了，我说。迷彩无奈投降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其实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柳如烟一脸震惊。已经2个多月了。迷彩低声解释了事情经过。看来萧凡还算负责，不过你们同居要小心，别让他占太多便宜。萧凡不会这样的。迷彩小声辩解，但脸却越发红了。这时门口传来声音，我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进来。你回来了。迷彩快步迎上来，伸手要接过袋子。我来就好，你们聊什么了？小脸这么红。迷彩娇嗔道：不告诉你。那我先去做饭，很快就好。我笑着走进厨房，开始忙碌起来。不到一会儿，厨房里就飘出阵阵香味，吸引着迷彩和柳如烟不由自主的靠近。上菜了。我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品摆上餐桌。哇，这太好吃了吧，简直是5星级大厨啊！柳如烟忍不住惊叹道。迷彩也一脸满足的品尝着。迷彩，你以后可真幸福啊，天天有大厨在身边。迷彩幸福的笑着。没想到我做饭竟然这么好。我也尝了一口，味道果然不凡，心里不禁为系统的奖励感叹。
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。恭喜宿主成功为迷彩和宝宝们完成一顿美味佳肴，奖励现金50万元，同时触发6倍的暴击概率，奖励了300万元，请查收。吃完午饭，我送柳如烟回学校，路上她从后视镜里盯着我，让我有些无奈。你一直盯着我干嘛？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迷彩怀了你的孩子，总得有个名分吧？你都知道了。当然，迷彩是我最好的闺蜜了。柳如烟一脸得意，我语气坚定道：我们准备下周一起回迷彩的老家，等她母亲同意后就结婚。好，迷彩就交给你了。她家庭条件不太好，父亲早年去世，只留下她和她妈妈，所以她特别缺乏安全感。这些她还没跟我提过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一阵酸楚。别看她平时柔柔弱弱的，其实内心很坚强，有时候也很固执。既然她选择了你，你就一定要好好对她。如果你敢欺负迷彩，我绝对不放过你。柳如烟挥了挥拳头，半真半假的威胁道：我知道行动胜于言辞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她的，随时可以监督我。送走柳如烟后，我赶回了金丸府。回到家里，发现迷彩已经趴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显然是等我回来时不小心睡着了，仿佛在做一个美梦。我轻轻抱起她，走向主卧，把她安放在床上，望着她，心中默默发誓：迷彩，我会成为一个好丈夫的。她似乎听见了，微微应了一声，随后又沉沉睡去。迷彩醒来时已经是下午5点，她慌忙起身，发现自己在床上，脸上微微泛红。萧凡，你在干嘛呢？她走到电脑旁，看到我在电脑前忙碌着。老婆，你醒了，我在做兼职呢。我打扰到你了吗？你什么时候都不打扰。饿吗？晚上想吃什么？都可以，我不挑食的。她笑了笑，然后撒娇道：抱抱。我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，闻着她身上那淡淡的清香，心里感到无比满足。晚上去逛街好吗？怎么突然想逛街了？她有些疑惑，按理说逛街通常是女生提出来的，男生主动还真不多见。带你去买点东西。我没什么要买的。去了你就知道了，是很重要的东西。好。迷彩灿烂的一笑令我心弦一颤。晚上我炖好了香菇土鸡汤，香味四溢。老婆，尝尝我做的汤。你递过一小碗给迷彩，她怀孕后食欲不振，但闻到这汤的香味，胃口大开。萧凡，你怎么做饭这么熟练？迷彩一边小口喝着，一边好奇地问道：我妈总爱研究奇怪的菜，比如猕猴桃拌饭、火龙果炒肉，我实在吃不下，只好自己动手学做饭。你笑着回忆道。迷彩忍不住笑出声。你不许这么说，阿姨。吃完饭后，两人来到金湾广场，迷彩挽着你的手走进商场，不解地问：你要买什么？很快就知道了。你神秘地笑着领她进入一家孕妇生活用品店。请问有预防妊娠纹的保湿乳液吗？店员推荐了一款最近很火的产品，但你看了一眼成分，觉得效果还不够好。能把你们最好的产品拿来看看吗？店员赶紧拿来一款高端乳液，仔细查看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迷彩看到价格不禁轻声说：买前面的就好了，这个太贵了。没事，你老公有钱给你用最好的。你温柔地安慰他，并购买了5瓶。付完款后，你拉着迷彩继续往前走，进入了一家孕妇服装店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迷彩脸上泛起红晕。为了你和宝宝，我可是做足了功课。迷彩挑选了几件衣服去试穿，你趁机跑进对面的珠宝店，打算给她买钻戒。请问有什么推荐的钻戒？店员推荐了一款1克拉的钻戒。有没有更高级的？先生，您的预算是多少？大概50万左右吧。店员立刻拿出一款2克拉的纯钻戒指，设计精美，价格也刚好50万。就要这款吧。你满意的选择了这枚戒指，并提供了迷彩的尺寸。付完款后，你赶紧回到孕妇服装店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这样好看吗？迷彩试穿完后，转了一圈问道：好看，老婆穿什么都好看。买完衣服后，两人回到家，迷彩已经困得不行了。我先去睡了，晚安。有晚安了吗？没有啦，今天已经亲过了。那明天就有了。明天再说。迷彩脸红的快步走回房间，轻轻地把门关上。恭喜宿主成功陪伴迷彩购买孕妇商品，奖励金湾广场豪华店铺1件，请查收。还没等你完全回过神，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。来电的是金湾广场的市场经理。肖先生您好，我是金湾广场的市场经理，您购买的豪华店铺手续已经办妥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来查收？好的，我过几天会去办理。你挂断电话，忍不住感叹：现在都几点了？金湾广场的工作人员居然还在加班，真是卷到家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你像往常一样悉心照料着迷彩的日常饮食。天气预报显示，金湾区深夜将有特大雷暴雨，而你似乎并不在意，照样端出一盘车厘子，继续投喂着躺在沙发上悠闲的迷彩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迷彩甜甜的回应，随后提：今晚我们一起看电影吧。好啊，想看什么？迷彩稍显犹豫地说：恐怖片吧。恐怖片？你不禁微微一愣，平时温柔娴静的迷彩竟然喜欢看恐怖片。以前我也不看恐怖片的，就是上大学以后，如烟老是放恐怖片，时间久了，我也喜欢上了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了。迷彩低声解释道：可是你现在怀孕了，看恐怖片可能会影响情绪，对宝宝不太好，不如我们挑个温馨点的电影吧。你温柔地劝道。
好吧。尼采轻轻嘟起嘴，有些失落。电影结束后已是深夜10点多，尼采打了个哈欠，轻轻拥住你的脖子，温柔地在你的脸颊上留下一吻，然后悄悄溜回了房间。深夜的雷声，隆隆的闪电划破天空，暴雨如注，猛烈敲打着房门。尼采在一声惊雷中被吓醒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颤抖地躲在被窝里。打雷从小就是他的心头大患，而怀孕后的他对外界的恐惧更加敏感。此刻，他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希望你在身边。正当你准备入睡时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是尼采发来的消息。萧凡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看到消息的瞬间，你立刻起身，轻声走到尼采的房门前，轻轻敲了敲门。老婆，我进来了。随后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尼采听到你的声音，像只受惊的小鸟，迅速钻进了你的怀抱，紧紧搂住你的脖子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害怕打雷，我陪着你，别怕。你看着怀里微微颤抖的尼采，我们一起睡吧。尼采小声提议，脸上泛起红晕。还有这种好事？你突然很想感谢今晚的天气。你看着满脸通红的尼采，现在不害怕了吧？又不是第一次抱着你睡，这么害羞干嘛？上一次不就是怀孕那次？坏萧凡这时候敢戏弄我。尼采越想越气，不过抬起玉手捏了一下你的腰间。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不逗你了，我就是想缓解一下你害怕的情绪。今天哭得够多了，再哭对宝宝就不好了。现在还害怕吗？不害怕了。很快尼采进入梦乡，倒是你就没那么好受。这妮子睡觉不老实，一只修长的大腿肆无忌惮地架在你身上。此时的你无比煎熬。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，尼采迷迷糊糊地伸手拿起手机，按下了接听键。喂，电话那头老妈愣住，她拨打的是儿子的号码，怎么接电话的是个女人？你是谁？我儿子萧凡呢？老妈焦急地问。萧凡在我旁边睡觉呢。尼采漫不经心地回答后，直接把手机丢到一边，继续抱着你呼呼大睡。你因为昨晚熬夜正睡得香甜，完全没有察觉到身边发生的一切。电话另一头焦急地连喊了几声喂，但那边早已没有了回应。2个小时后，你缓缓醒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感觉自己终于复活。看到怀里还紧紧抱着自己的尼采，你不禁心生爱恋，真想亲一口。然而你的内心开始了挣扎。天使在你耳边轻声提醒，人家这么信任你，不能趁人之危。恶魔则蛊惑道，孩子都有了，亲一口怎么了？狠狠亲上去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你决定折中偷偷亲一下他的脸蛋。尼采也曾偷亲过你，礼尚往来不过分。你想干嘛？他柔声问道，眼神透着一丝惊讶。你心虚地回答道，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你。尼采顺着你的目光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领口，小脸瞬间红透。流氓！他羞涩地骂了一句，迅速拉开距离，把头缩进被子，不敢再看你。你看着他的反应，心里满是宠溺，但也知道不能再逗他了。你发了一会呆，刚准备起床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老妈打来的。你赶紧接起电话。喂，老妈，怎么这么早打电话过来？臭小子，你现在在哪？老妈的声音带着一丝怒意。我在宿舍呀。你心虚地撒了个谎。在宿舍？那刚才为什么是个女生接的电话？你不会闯进女生宿舍了吧？老妈气愤地问。你赶紧翻开手机，看到几个未接来电和通话记录，脑袋嗡了一下。完了啊，是尼采接的电话。你压低声音对着手机说，老妈，待会跟你解释。然后你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挂完电话，你感到一阵紧张，知道必须赶快解释清楚，于是拨通了老妈的电话，再次嬉皮笑脸的道，老妈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不是打回来了吗？赶快说清楚，今天早上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妈的语气明显带着怒气。你深吸了一口气，知道躲不过去了。老妈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你要当奶奶了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片刻，随即传来老妈的惊呼，什么？刚刚接电话的是你媳妇？对，就是她。你平静的回答，你这个混账小子，怎么能让人家姑娘未婚先孕？你对得起她吗？老妈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。老妈，别生气了，我们准备结婚了，到时候办个盛大的婚礼。你赶忙解释，你现在住在哪里？总不可能还在女生宿舍吧？老妈继续追问道，当然不是，我现在住在金海市金湾府。你小子等着，我和你爸下午就过去，地址发过来。老妈气呼呼的挂了电话，急忙叫起了肖振国。儿子让人家姑娘怀孕了，你要当爷爷了。老妈简短解释了一下事情的经过。肖振国闻言额头青筋暴起，这个臭小子看我不收拾他。说着就要去找七匹狼。另一边，你焦头烂额的在房间里踱步，知道下午会有一场大麻烦。这时迷彩走了出来，看到你的样子，关心的问，你在干嘛呢？老婆，你醒了，饿吗？我去给你做早餐。你看到迷彩，心里的一切焦虑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好。迷彩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。不久，香喷喷的香菇瘦肉粥端了上来，看着他小口小口的喝着粥，你心中满是温馨。老婆，你早上是不是接了个电话？你小心翼翼地问。有吗？迷彩努力回想，好像是有个人找你，然后我就……那个人是我妈。听闻此话，迷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樱桃小嘴微微张开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他放下手中的粥，心中涌起不安，他微微颤抖，不知所措。你见状，温柔地将他搂在怀里，轻声安慰道，别怕，老婆，这是迟早的事。本来我想等拜访过你妈妈后再告诉他们，
我爸妈其实很好相处，看到这么漂亮的儿媳妇，他们只会高兴。迷彩皱起眉头，低声道：可是我还是有点紧张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稳重？不会的，他们只会觉得是我欠了你，估计现在正急着收拾东西，下午过来可能还会揍我一顿。迷彩听到这里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中的紧张渐渐散去。那你爸妈是怎么教训你的？我爸有个祖传的皮带，我妈有个祖传的衣架，双打组合，回合制出击。你回忆道，脸上露出一丝苦笑。这次我爸揍完我妈哄，下次我妈揍完我爸哄，简直天衣无缝。迷彩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眼神柔和了一些，调皮的说道：那肯定是你太调皮了，刚刚还想对我耍流氓呢。你厚颜无耻的回应道：老公亲自己的老婆，这怎么能叫耍流氓呢？迷彩的脸颊瞬间染上红晕，轻轻捶了你的胸口，娇嗔道：我们还没结婚呢。迟早的事。迷彩白了你一眼，随后陷入了短暂的沉思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犹豫。我以前也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但我8岁那年，我爸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。那时候我还以为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，直到见到墓碑上的黑白照片，我才明白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的声音渐渐低沉，眼中泛起泪光。之后，我妈为了养家开始日夜劳作。我小时候常被嘲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。你心疼的用纸巾轻轻擦去他的眼泪，将他紧紧抱在怀里。别哭了，以后有我在，我会给你和我们的宝宝一个温暖的家。迷彩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信任。我相信你。粥还喝吗？不喝了，我有点困，抱我回床上吧。迷彩露出一抹甜蜜的笑容。小懒虫，你笑着将她像公主般抱起，她却调皮的在她手臂上咬了一口。别咬，我错了。你苦笑着把她抱回房间，看着自己胳膊上可爱的牙印，幸福的笑了。下午，老妈和老爸抵达金湾府，一进小区就被这优美的环境吸引了。这小区真好看。老妈一边打量一边暗自嘀咕：这臭小子租这么贵的房子，不知道结婚生子要花钱吗？她气愤地拨通了你的电话。我们到了，赶紧下来接我们。你挂了电话，心里一惊，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你连忙穿好鞋子跑到小区门口，刚一见面，老妈就揪住了你的耳朵。臭小子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，都到耳边风了。因为你高个子被揪得弯下腰，尴尬的不知如何是好。妈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给点面子。老爸在一旁无奈的耸了耸肩，嘴里无声的说道：我也帮不了你。老妈环顾四周，这才松开手，上去再说。三人走进家里，你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的经过说完。奇怪的是，老妈并没有显得很生气，倒是老爸在一旁皮笑肉不笑的看着。那我儿媳妇呢？老爸迫不及待的问道。还在房间睡觉呢，这个点差不多要醒了。让他继续睡，我去给他炖个土鸡汤补补。老妈刚起身准备去厨房，你连忙拦住。妈，我来吧，你们休息就好。你会炖鸡汤？老妈不信任的问道。当然会，现在他就只吃我做的饭，换你可能会不习惯的。你得意的说道。老妈听了只好作罢。很快，浓郁的鸡汤香气弥漫开来。正好这时迷彩醒了，闻着香味走到客厅。你又炖鸡汤了，好香啊！他话音刚落，便看见老妈和老爸温柔的眼神，脸上的笑容立刻变得羞涩，连忙转身跑回房间。老妈看着迷彩跑回房间，随即转头对老爸轻轻打了一拳，虽然力道不大，但语气里带着责备。瞧你那嬉皮笑脸的样子，把我儿媳妇都吓跑了。说完便径直走向厨房。老爸心里有些委屈，暗自嘀咕：刚才不还是你让我别摆臭脸吗？再说你也在笑啊。但这些话他不敢说出口，只能默默忍着，心想待会把气撒在儿子身上也不错。儿子，你去看看迷彩，他刚刚好像被你爸吓跑了。老妈一边忙碌着一边对你喊道。迷彩醒了，我这就过去。你应声道，但临走前还不忘嘱咐：妈，鸡汤差不多炖好了，你可别再加料了呀。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老妈心里清楚你嫌弃她的厨艺，忍不住又瞪了你一眼。你进了房间，轻轻关上门，看见迷彩换上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，清新脱俗，楚楚动人。好看吗？迷彩见你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脸色微红，羞涩地问道。漂亮极了，像个小仙女。你走到她身旁，牵起她柔软的小手，满脸宠溺。刚刚睡迷糊了，忘记你爸妈要来，我这身打扮他们会喜欢吗？迷彩依旧有些紧张，抿了抿嘴。没有哪个父母不喜欢你这样的儿媳妇。你轻轻捏了捏她的手，语气坚定。就你会说话。迷彩的眼眸里闪过一丝调皮，但很快又变得认真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出去。别担心，有我在。迷彩点点头，两人牵着手走出房间。你在前，迷彩紧紧跟在后面。爸妈，这是迷彩，迷彩，这就是我爸妈。你简单介绍道。叔叔阿姨好。迷彩声音轻柔，带着几分紧张。老爸和老妈打量着迷彩，心里暗自赞叹，比照片上还要漂亮。老妈一向是快人快语，立刻迎了上去，把你推到一边，拉着迷彩坐下。迷彩，来坐这，阿姨跟你好好聊聊。迷彩，你是哪里人啊？魔都。见迷彩依旧有些拘谨，尤其是在老爸的注视下。老妈见状觉得是老爸在场让她不自在，便瞪了他一眼。老肖，你不是跟你儿子有话要说吗？你们出去聊吧。老爸和你无奈的离开。迷彩，你们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是我家臭小子不懂事，阿姨在这替他道个歉。老妈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串手链。我们家没有什么传家宝，这条手链是我几年前旅游买下的，
本来就是打算留给儿媳妇的，就当是见面礼了。阿姨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要。迷彩连忙推辞，拿着吧，这是那小子欠你的。老妈坚持道。你放心，以后他要是对你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替你教训他。迷彩脑海里突然闪过你和老爸出去的情景，脸色一变，赶紧跑了出去。刚到门口，就看见老爸手里拿着皮带，正准备动手打你。你站在一旁，没有丝毫反抗，似乎做好了受罚的准备。迷彩不假思索地扑向你，紧紧抱住，直视着老爸。叔叔，您不要打萧凡，这不是他的错，是我们一起疏忽了。萧凡一直对我很好，也承担了责任。我真的很喜欢萧凡。你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，平时柔弱的迷彩竟然会为了你如此勇敢。老爸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萧凡，你自己说该怎么办？你握住迷彩的手，坚定地说：我会承担责任，用一生来陪伴和照顾迷彩。迷彩低下头，轻声说：我相信你。好了好了，都别站在外面，迷彩肯定饿了，赶紧进来喝点鸡汤。老妈及时出来打圆场，拉着迷彩走回餐厅，你和老爸也随之跟上。你回到厨房，又炒了几个家常菜，一家人终于坐下来开始吃晚饭。臭小子，你的厨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？老妈和老爸对眼前的美味感到惊讶，不禁称赞，但老妈还是没忘记，不停地往迷彩碗里夹菜。迷彩的碗几乎从未空过。饭后，你像往常一样带着迷彩去小区附近散步，老妈和老爸则留在家里。老婆，刚刚被吓到了吧？你牵着他的手关切地问道。有一点。迷彩点点头，笑了笑。其实我爸妈人挺好的，从小他们就教育我做人要正直，不要惹是生非。这次他们既生气又高兴。迷彩听了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调侃道：早知道我就不拦着了，让你挨一顿揍。与此同时，留在家的老妈和老爸也在讨论。老妈问道：老肖马上就要当爷爷了，是不是得表示表示？老爸点点头。让萧凡去看看房子吧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那臭小子租这么大的房子也不想着省点钱，难道不知道养娃得花多少钱吗？老妈一想到这又有些不安，不过想到儿媳妇不让打，你只好作罢。晚上你和迷彩散步回来后，他已经有些困倦，早早回房间休息了。帮爸妈收拾好房间后，老妈一把把你拉了过去。儿子，过几天去看看金海市的房子吧。现在迷彩怀孕了，得赶紧买房子准备结婚。这里有100万，是我和你爸攒下来的，拿去用吧。说着，他把一张银行卡塞到你手里。妈，不用了，我已经有房子了。你把银行卡推了回去。你哪来的房子？这不是租的吗？这套房子就是我买的。老妈愣了一下，随即轻轻拍了一下你的头。臭小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上大学开始就学着投资了，最近几年也兼职做设计，攒了些钱。你解释道。这笔钱还是留着给思思吧。老妈虽然有些惊讶，但她一直知道儿子聪明能干，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。那行，不够钱就跟妈说。对了，思思知道这件事吗？还不知道，她还在学校。好了，不早了，咱们也去休息吧。看时间不早，老妈决定结束这番对话。你回到房间，推开门时，却看见床上有一个绝美的身影，正安静地躺着，站在房间门口看了看。没走错呀，迷彩怎么会睡在我的床上？虽然心里有些疑惑，但你也没想太多，反正两人以前也不是没一起睡过。你轻轻上了床，躺在他旁边，看着他安静的睡眼，心里想着明天要给他做什么好吃的呢？红枣银耳汤补气养颜，虾仁炒西兰花补充维生素。突然，迷彩转了个身，轻轻抱住了你，睫毛微颤，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你看他明显装睡，忍不住笑道：老婆睡着了吗？你伸手捏了捏他的脸，却不见他回应。你坏笑着低下头，打算偷个吻。迷彩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把掐住你的胳膊。大流氓！你哈哈一笑，抱住他。今天怎么跑我房间来了？迷彩红着脸傲娇地说：这是我的房间，是你走错了。你宠溺的点头。好，是我走错了，那以后我天天走错好不好？他气恼的转身背对着你。不许说啦！你笑着将他搂紧，温柔地问：后天我们去你家见丈母娘好不？迷彩点了点头。好。第二天中午，你的父母要回云海市，临走前，老妈拉着迷彩不知道悄悄说了什么，还不停地笑。你好奇的想凑过去听，但他们却突然停了。送别父母后，你忍不住问：我妈跟你说啥了？看你笑得那么开心。迷彩笑得一脸神秘。不告诉你。你故作严肃，捧起他的脸。不说的话，那我可要采取强硬手段了。就不说，看看你能怎样。迷彩故意挑衅你，你没多说，直接把他抱了起来，朝卧室走去。他惊慌地抱紧你的脖子，娇嗔道：你要干嘛？快放我下来！